大家晚安，我是卡皮桑。在这个深夜时分，我们放下喧嚣，用最理性的眼光穿透迷雾，去直视一个在国际新闻中频繁出现，却往往被贴上邪恶或神秘标签的国度——伊朗。今晚，我们用整集节目的时间，深度剖析伊朗跨越数千年的经济脉络。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底蕴与资源禀赋，让它在现代地缘政治中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让我们从文明的黎明开始说起。伊朗的经济基因最早刻在它的地理位置上，这是一块被称为伊朗高原的土地，北临里海，南接波斯湾与阿拉伯海。在古代，伊朗是东西方贸易不可逾越的枢纽。无论是汉朝的丝绸，还是罗马的银币，都必须经过波斯帝国的领土。波斯人发展出了极为先进的贸易保护制度与驿站系统。大流士一世修建的波斯御道，全长2700公里，那是古代的高速公路。凭借着对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的港控，波斯帝国积累了难以想象的财富，支撑起灿烂的波斯文明。这种地理租金的概念，直到今天依然是伊朗经济的核心资产。谁控制了伊朗，谁就握住了连通中亚、高加索、南亚与欧洲的钥匙。1908年是伊朗命运的转折点，在伊朗西南部的马斯吉德苏莱曼，人类发现了中东地区的第一口商业油井。这项发现立刻引起了当时全球霸权大英帝国的注意。英波石油公司成立，伊朗的能源主权在清朝式的软弱政府手中被廉价出卖。英国以极低的比例替予伊朗分红，却以此石油动力维持了皇家海军在一次与二次大战中的优势。1950年代，摩萨台总理试图将石油收归国有，却随即在美英策划的政变中倒台。这不仅是政治事件，更是经济博弈的极端化。从那一刻起，美国正式取代英国，成为伊朗能源背后的影子推手。巴勒维国王时期的伊朗被塑造成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警察与能源加油站。伊朗的经济结构不只是石油的多元潜能。或许有听众误以为伊朗只是个卖油的，事实上，它拥有极其复杂且深厚的工业基础。伊朗是西亚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拥有成熟的钢铁、石化以及国防工业。它拥有极高的大学普及率，尤其在工程、纳米技术、干细胞研究等领域，人才储备极其惊人。除了石油与天然气储量，全球第2大天然气、第4大石油，伊朗还拥有全球数1数2的锌、铜、铁与铅矿。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总是不断升级，因为伊朗具备内循环自给自足的潜力，一旦它完全融入全球体系，它将不仅仅是原料提供者，而是区域经济的霸主。1979年革命后，伊朗与美国的关系彻底决裂，随之而来的是人类史上最严酷、最持久的经济制裁。由于美国将伊朗踢出 SWIFT 金融结算系统，里亚尔大幅贬值，通膨长期维持在40%以上。为了生存，伊朗发展出了一套极为精密的抗压经济，透过邻国贸易、以物易物以及加密货币，伊朗在制裁中硬生生地活了下来。既然西方不买，伊朗的石油就源源不断地流向亚洲，尤其是中国。现在让我们进入今晚最核心的部分。美国对伊朗的策略背后隐含着极深的经济逻辑，这并非简单的占领领土，而是对全球经济控制权的维护。伊朗长期推动以非美元货币，如欧元、人民币、里亚尔进行石油交易。如果伊朗的石油出口完全脱离美元结算情况，并且带动其他中东国家效仿，那么石油美元体系 petrodollar 将会瓦解。美元如果失去支撑，美国印钞支撑全球赤字的能力将受到重创。伊朗与卡达共同拥有的南帕斯天然气田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田，
如果美国能控制伊朗，就能完全主导向欧洲、印度与东亚的能源定价。这能有效切断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垄断，也能在经济竞争中克制中国的能源安全。伊朗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节点，也是国际南北运输走廊 INSTC 的核心。一旦伊朗向欧亚联盟全面开放，原本由美国主导的海上霸权——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将部分被陆路贸易取代。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以伊朗为支点的欧亚经济一体化成型。卡比桑的结语：这是一场资源与权力的长跑。听众朋友，看完这横跨数千年的经济演变，你会发现，伊朗从来就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它是个拥有8000万人口、高素质劳动力、极致地理优势和惊人资源储备的沉睡巨人。美国对伊朗的诱惑不在于那几口油井，而在于对未来50年全球能源与贸易规则的制定权。伊朗的经济现状是痛苦的，在制裁的绞索下苦苦支撑，但它的潜力也是令人战栗的。一旦枷锁解开，它将迅速重回古代波斯那样的枢纽地位。今晚的我们不预测战争，我们只解读规律。希望透过这个视角，能让你在下次看到相关新闻时，能有一份透视迷雾的冷静。我是卡比桑，祝各位今晚有个平静的思考时光，晚安。